婚礼当晚，婆婆想强行收走儿媳妇20万的陪嫁，被儿媳妇当场拒绝。婆婆顿时怒火中烧，狠狠给了儿媳一记耳光。短短3天后，儿媳妇的反击让婆婆彻底崩溃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村口那棵柳树下，7、8个中年妇女围坐在石桌旁闲聊着家长里短。林大姐，听说你家娶了个城里媳妇。张婶子啜了一口茶，眼睛里闪烁着八卦的光芒。林桂枝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菊花茶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，眼神里写满了得意。这群长舌妇平日里什么人没讽刺过，今天她终于有机会在他们面前扬眉吐气了。我家媳妇叶小萱可不一般。林桂枝挺直了腰板，声音提高了几分贝。她是人事科的正式公务员，铁饭碗。她爸妈还给她准备了整整20万的陪嫁钱，她特意咬中了20万这几个字，仿佛口中吐出的是闪闪发光的金子。这话一出，坐在她对面的村委会主任杨福全明显僵了一下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他女婿不过是个镇上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，平日里逢人就夸，现在遇到更厉害的了，顿时觉得无地自容。林姐，你们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杨主任阴阳怪气地笑道。不过，听说你儿子强子不是还在家种地吗？城里公务员怎么会瞧得上咱农村小子？林桂枝不慌不忙地喝了口茶，嘴角挂着明显的讥讽。我儿子种地怎么了？他可是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如今经营的是科技农场，用手机就能操控浇水施肥，连省农科院的教授都来指导呢。小轩就是农业局下乡调研时认识我家强子的。一提到儿子林强，林桂枝的眉毛都飞扬起来了。林强原本在省城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干得风生水起，但看到老家的优质土地被荒废，他毅然辞职回乡创业。这2年，他创办的强壮农场品牌在全市小有名气，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他的有机农场采摘蔬果，体验田园生活。村里妇女们七嘴八舌地恭维着。林桂枝越说越来劲，心里盘算着，有了这个城里媳妇，自己在村里的地位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婚礼这天，阳光灿烂，整个林家村热闹非凡。院子里整齐地摆放着30桌酒席，蓝底红花的桌布上早已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气和喜庆的笑声。一串串红灯笼从大门口一直挂到庭院深处，火红的喜字贴满了每个角落。这姑娘真是水灵啊，皮肤白得发光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一看就是有文化的城里人。强子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村里辈分最高的李奶奶笑眯眯地说道。一旁的林桂枝脸上的笑容几乎要溢出来了，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。婚宴散后，叶小萱累得浑身酸痛，她扶着新房的床沿，轻声对丈夫林强说，今天实在太累了，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，大家敬酒太热情，我头疼得厉害。她白皙的脸颊被酒气蒸得红扑扑的，精心盘起的发髻也有些凌乱。你先躺会儿吧，我送几个远道而来的朋友，马上就回来。林强温柔地拍了下妻子的肩膀，眼神里满是宠爱。叶小萱穿着那套象牙白的婚纱，脱下3寸高跟鞋，疲惫地躺在婚床上。她刚闭眼休息不到5分钟，婆婆林桂枝就径直推门进来了，那副笑容满面的样子，不知为何
让叶小轩心底泛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小轩啊，今天办得热热闹闹的，全村人都说咱家风光，妈没给你丢人吧？林桂枝坐在床边，笑容可掬地问道，她的眼神却不停地在卧室里扫视，仿佛在寻找什么宝贝。叶小轩勉强支起疲惫的身子，拢了拢散落的头发。妈，婚礼办得特别好，大家都说您大方。那当然，为了你们的婚事，我可是花了好几千块。村里谁家办婚礼能摆20桌？林桂枝话锋一转，声音放低了8度，眼神变得锐利。既然你满意，妈想和你商量个事。你爸妈给你的那20万陪嫁钱，不如交给我保管吧。叶小轩心头猛地一震，强忍着不适，轻声道：妈，那笔钱我和强子已经计划好了，准备买辆家用车，这样我上班方便，周末回来看望您和爸也不受限制。买车？林桂枝的声调突然拔高，眼睛里闪过一道寒光。现在年轻人就知道讲排场，你们坐公交难道不行？一辆车买下来20多万，光加油保养每年就得花上万块。他装出一副为儿女着想的样子，钱放我这里多放心，需要时随时都能拿。叶小轩抿了抿嘴唇，妈，我在市里上班，每天通勤要2个小时，这钱是我父母给我的，他们辛苦半辈子，就盼着我生活得好一点。买车不仅方便我上班，回来看他们也方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桂枝的脸顿时黑如锅底，语气变得咄咄逼人。嫁到我们家，你就是林家人了，这钱自然也是林家的。我作为长辈，管理家庭财产理所应当。你是不把我当妈，还是觉得我会侵占你的钱？叶小轩被这突如其来的翻脸吓到了，但还是坚持道：妈，今天是我和强子的大喜日子，大家都很累了，这事我们明天再商量好吗？您先休息吧。好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！林桂枝突然暴跳如雷，抬手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。敢跟我讨价还价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叶小轩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泪水顿时涌出眼眶。透过泪水朦胧的视线，他突然注意到门缝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心瞬间凉了半截。强子，你在外面站着是吧？看到你妈打我，你就只会当缩头乌龟？他声音颤抖地质问道。门被轻轻推开，林强一脸尴尬地走进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送完朋友回来，就听见争吵声。别装了！叶小轩擦掉脸上的泪水，强忍着颤抖。你妈要我的陪嫁钱，说什么替我们保管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买车的吗？你能不能表个态？她还抱着一线希望，期待丈夫能站在自己这边，哪怕说一句公道话。然而整个婚房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叶小轩望着丈夫闪烁的眼神，心彻底凉了。这一刻，她恍然大悟，自己嫁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而是一个妈宝，一个看着妻子被打也不敢吭声的懦夫。这个认知比婆婆的那个耳光更让她心碎。小轩，你别这么固执。林强搓着双手，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。我妈说的有道理，买车确实可以再等等，现在农场正需要扩建，我们得先投入一笔资金。林桂枝得意地抬起下巴，像个胜利者。听见没有？我儿子明事理，知道轻重缓急。你倒好，嫁过来第1天就给我甩脸子。叶小轩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。强子，我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？这钱是我爸妈半辈子积蓄，现在你让我交出去，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们？什么叫你爸妈的钱？林强突然提高了嗓门，眼神变得陌生。你既然嫁给我了，哪有分你我的？你是不是从来没把自己当林家人？
林桂枝见儿子站在自己一边，更加肆无忌惮。就是我要这钱，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钱由我保管，将来我100年之后，不也都是你们的？难道你怀疑我会私吞不成？他假装关心地解释着，眼神里却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叶小轩看着眼前这对赤裸裸的母子，仿佛一盆冰水当头浇下。他曾以为林强对母亲的孝顺是传统美德，现在才明白那只是懦弱和无能的伪装。他想起父母一再的警告，你为什么偏要嫁到农村去？那小伙子虽然学历不错，但他家的观念能和城里相同吗？当时他不以为然，坚信爱情能跨越一切鸿沟。可现在，婚姻的第1个夜晚就被逼交出嫁妆，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奔头？发什么呆？快把银行卡拿来！林桂枝不耐烦地伸出手，五指张开。叶小轩浑身发抖，从手包里取出银行卡，卡还没递到婆婆手中，就被一把抢走了。密码是多少？林桂枝迫不及待地问，眼里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。您不是说要保管吗？要密码做什么？叶小轩声音颤抖着反问。妈，密码我知道，是小轩的生日。林强献媚般地说，明天我陪您去银行取钱。对，取出来存我卡上才安全，免得你们年轻人抵挡不住诱惑乱花。林桂枝洋洋得意地收起银行卡，宛如获得了战利品。婆婆离开后，林强像没事人似的凑过来，老婆，别生气了，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。叶小轩看着曾经让他心动的男人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他推开他，说要去洗手间。走出房门的瞬间，他心中已下定决心，他连夜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。初冬的乡间小路上，叶小轩踉踉跄跄的前行，婚鞋磨破了脚后跟，血水和泪水混在一起，但他顾不上疼痛。村里没有出租车，她心乱如麻，借着走路整理思绪。所幸闺蜜王丽住在不远的镇上，她一步一步朝那个方向挪动。到达镇上已经接近午夜，王丽听到敲门声，裹着睡衣冲出来，看到叶小轩脸上的伤痕和狼狈的样子，心疼得直骂人：你怎么不早点联系我？半夜独自走这么远的路，多危险啊！我一直以为付出真心就会得到真心。叶小轩扯出一丝苦笑，谁知道婚姻的第1天就让我认清了真相。别说了，先进来休息。叶小轩在闺蜜的帮助下，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，把卡挂失，成功保住了钱。小轩，要不要报警？他们这是家暴行为啊！王丽看着好友脸上的红肿，愤怒地说：不必。叶小轩眼神坚定，我有更好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伤害我的代价。第2天清晨，王丽开车送叶小轩回到了市区父母家。一见到父母，叶小轩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泪如雨下。母亲心疼地抱着他，父亲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些畜生，婚礼当天就敢对你动手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找人去好好教训他们。爸，别这样。叶小轩擦干眼泪，我自己能处理好。当初非要嫁到农村去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母亲叹了口气。叶小轩擦掉脸上的泪水，我不后悔结这个婚，如果不结，我永远不会认清他们的真面目，我会让他们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父亲还想说什么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叶小轩透过猫眼看清外面的人后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的计划还没开始实施，就已经被打乱了。门外居然站着她的婆婆林桂枝和丈夫林强。原来
她与婆婆的争执早已被邻居看在眼里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桂枝把儿媳妇给打跑了。没错，人家带了20万嫁妆，她倒好，新婚夜就给人赶走了。条件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以后谁家姑娘还敢嫁到林家去？这不是自找罪受吗？流言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最后传到林强耳朵里，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妈，你看看你惹的祸，现在全村人都在笑话我们，这辈子我可怎么找老婆啊？林桂枝这才如梦初醒，慌忙拉着儿子来找叶小轩。他深知，如果这婚真离了，儿子这辈子的婚姻就完了，再也找不到这么优秀的姑娘了。儿媳妇，开门吧，妈知道错了。林桂枝的语气难得的软了下来，甚至带着几分哀求。你们走吧。叶小轩隔着门说，声音出奇的平静，但林桂枝执着地敲着门。闺女，妈真知道错了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让我给你下跪都行，跪就不必了。叶小轩的父亲突然拉开门，眼神锋利如刀。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谁把我女儿打成这样。林桂枝愣在原地，林强更是低着头不敢吭声。叶父二话不说，拿出手机对着叶小轩脸上的伤痕拍了几张照片，这就是证据。不想闹大，现在就去民政局办离婚，否则我们就去派出所报警。爸，叶小轩没想到父亲会这么强硬，不能离。林桂枝急了，我们家强子是大学生，要是留案底，这辈子的前途就毁了。不离。叶母冷笑道，有胆量打人，没胆量承担后果，没得商量，马上去民政局。林强这时终于开口，小轩，对不起，我不该。够了。叶小轩打断他，你知道我最心寒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妈打我，而是你明明听到了，却不敢进来阻止。我嫁的不是一个男人，而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窝囊废。3天后，离婚手续办妥，林桂枝千方百计想挽回局面，却始终改变不了结局。叶小轩本想亲自讨回公道，但父亲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可这个打儿媳的事件却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村里激起了轩然大波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家那20万没到手不说，还把条件这么好的儿媳妇给打跑了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活该啊！有这种婆婆，谁还敢把女儿嫁给他们家？流言越传越难听，林强在村里抬不起头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农场因为缺少资金周转，经营状况每况愈下。1年后，他勉强和村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，但新婚才3个月，因为婆媳关系紧张，妻子就卷走了他的积蓄离开了。都怪你！林强对母亲吼道，是你把我第1段婚姻毁了，现在连第2段都保不住。2年后，他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镇上的女孩，好不容易熬到订婚，谁知女方父母听说了他的前2段婚姻，特别是打儿媳妇的事情，当即取消了婚约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农场因为管理不善，跟风引进新品种失败，欠下了一屁股债。昔日的强壮农场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烂账农场。林强不得不关闭农场，外出打工还债。然而他技不如人，又缺乏社会经验，屡屡碰壁，最终沦落到在建筑工地当小工，每天起早贪黑，赚着微薄的薪水。林桂枝眼看着儿子从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农场主，变成了孤独落魄的中年男人，整个人仿佛一夜之间老了20岁。
村里人都说他是遭了报应，他再也不敢去村口的老槐树下聊天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都会痛苦地回想那个新婚之夜，如果当时他不那么贪婪，不那么急着要那20万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而此时的叶小轩已经在东部沿海城市安家落户，她调动了工作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总监。两人在一次政府与企业座谈会上相识，一见钟情。你知道吗？叶小轩对闺蜜王丽说，那场噩梦反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王丽好奇地问。不是所有的感情都值得坚守，也不是所有的婚姻都要忍受。遇到对的人，婚姻是温暖的港湾，而不是痛苦的牢笼。5年后，叶小轩和新丈夫在城市买了套江景房，事业和家庭双丰收。而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庄，人们还会时常提起这个故事。林桂枝为了照顾越来越颓废的儿子，整日忙得像陀螺。更可悲的是，村里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家说亲。林强注定孤独终老，这就是报应啊！村里的老人常说，婆婆不是想要儿媳妇的嫁妆吗？现在倒好，儿子毁了，钱也没拿到，农场没了，房子也破败不堪。林桂枝常常独自坐在门口，望着儿子落寞的背影，悔恨的泪水不住地流淌。她终于领悟到，自己的贪婪不仅断送了儿子的幸福，还毁掉了一个原本可能美满的家庭。可惜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可吃啊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